旁观者效应也称责任分散效应，是指某一件事情来说，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，责任感就会很强，会积极做出反应。但是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，群体中的每个个人的责任感就会很弱，面对困难或遇到危险、遇到责任，往往会退缩。因为呢，前者独立承担责任，而后者则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担当责任。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旁观者效应。Ready go！ 大家好，这里是办公室瞎聊，我是瞎聊阿姨，我是瞎聊小妹。视频开始前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我们有 CC 在这里打开字幕哦。哎，小妹，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旁观者效应？就是略有耳闻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，发生在1964年3月13日凌晨，28岁的 Katie Genovas 在纽约皇后区的秋园奥斯汀街公寓外遇刺身亡的故事，听过没？啊，这个旁观者效应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。那个28岁的 Katie 啊，Katie 她是在一个酒吧做经理，然后她结束打烊了之后，差不多在凌晨2点半的时候，她就开车回家，在一个路口遇到一个红灯，她就停了一停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叫温斯顿莫斯里的这个人，他就盯上她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发现他是在盯她的，然后他就一路开回家，在公寓门口他停下了车，公寓停车离他的家就这么100-200米的距离，然后他就走，他就看到大家都灯还亮着的，然后他就想啊，后面有人在跟，哎，没事。凌晨2点半的时候，大家灯还亮着，有这么几家人家灯还亮着，他感觉到后面有人在跟，他想到哎，有 neighbor 有邻居灯在亮着，他想也没事，马上到家了，马上就到家了，然后他就走，然后突然他就感觉到后面有人在刺他。就连刺了2刀，是已经上手了。对，已经上手了。人家是跑的嘛，上手了，然后他就叫救命救命，然后他说有人刺我，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邻居，就那个人也不表明是劫财还是劫色，上来直接刺他就直接捅了2刀，然后那肾上腺素的原因他没有感觉到痛啊，他就叫嘛，然后他叫了之后有一个邻居他就说，哎，你放开那个小姑娘，然后窗框，然后他就叫了，然后你放开那个小姑娘，然后他就吓了嘛，他就跑了，跑了之后邻居就把那个看看啊没事情，歹徒跑了，然后但是邻居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打电话，也没有问那个小姑娘怎样，就没有问，就是邻居其实不一定知道他刺了，邻居不知道，邻居只是听到他说，哎我救命救命，哎，然后他就说啊你放开那个小姑娘，然后他就那个温斯顿他就跑了，温斯顿跑了之后，邻居看到那个歹徒已经跑了之后呢，他就关了那个窗，然后他就自己做事情去了，他没有打电话，也没有问那个小姑娘你怎么样了，但是那个小姑娘她是被刺了，然后她就走，她想马上就回家了，然后她就走，然后她那个时候那个门开不到，没有大门是锁住的，她没有开到门，然后她就倒在了那个大门前，但是那个视野范围呢是其他邻居基本上看不到，看是看不到，但是他能够听到砰一声，他一个人倒在下面，但是其他邻居呢灯还是亮着的，然后后来那个歹徒的那个 point 是哪里 ？point 那个歹徒10分钟之后他回来了，他看没有警察，没有邻居下来出来帮忙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他就在那个停车场找那个姑娘，他就一路沿着那个血迹找到了他在那个门口，然后他继续刺，然后那个的时候他又叫，但是那个时候他的邻居已经关灯了，每一个就关掉了。然后最后是他们听到声音之后一个一个，但是对，第2次的时候并没有人，第1次是没有人打电话报警，没有人下来看那个 Katie 怎么样了，第2次的时候是他听到了，但是开始关灯了，就觉得这不是协助杀人吗？所以这后面有一个心理学家出来这个故事，然后他就关灯了之后，最后那个28岁的 Katie 被刺死了，然后刺死了之后，那个歹徒其实只抢到了好像30块，也不知道50块美金。但是在1964年，1964年，反正1964年发生的这个事情，然后隔了几天之后，大家就舆论就说为什么会没有人帮忙？然后心理学家就做了这样一个试验，他说得出了这个叫旁观者效应。心理学家把一个人关在了把一个人放在了一个像这样的办公室里面，让他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办公室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烟从门口进来，那一个人就突然很醒，然后一开门跟他说，哎呀着火了，
然后心理学家用同样一模一样的场景，叫来了3-5个不一样的不认识的人，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也有烟进来了，但是没有人做出反应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出反应，因为他们互相不认识，就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因为你没有反应，所以我也没有反应。那哪怕我自己默默的走出去，不可以吗？没有，他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做出反应。然后心理学家就得出了4个结论。第一，社会比较论。就是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就是我看看你，你看看我，我觉得你应该去的，你觉得我应该去的，所以就到最后其实是没有人去的。对。第二，就是从众心理，从众心理就是说我跟着你走，对，就但大部队往那里走我才去。对，因为你没有去，我去我不是很尴尬啊？我从众，对，你知道吧？第三，就是多数人忽略了，他就觉得反正你也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大家都不去，这性命攸关哎。这是责任。第4就是责任扩散，责任扩散就是去不去已经不是我的责任了，是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出去了就是我的责任。但是人多的时候去不去已经不是我的责任啊。责任扩散，他觉得这是你的责任，但是你也是这样想的。我也觉得这是你的责任，就是我知道了。责任扩散，责任扩散。我再跟你讲一个后续，这个故事的后续。故事的后续呢是这个 Kitty 她有一个弟弟，她有一个弟弟，他不能够接受失去姐姐的这个，然后他去参兵了。参兵了之后，他觉得，他也不能够接受心理学家推出来的这个事情效应，旁观者效应。然后他就去参兵了之后，他觉得我的责任，然后他由于这个事情，他丧失了双腿，在那个对。他什么事情都冲出去，他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，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冲在第一个。对，然后他等到退休了，待在家里，然后他有一天，他突然想到了，他过了50年，他突然想到了，他想在50年之后，他证实心理学家这一点是错误的观点，这个观点是不存在的。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很有名的演员，他在同样的街道、同样的夜晚、同样的时间点，然后做出同样的反应，就是他姐姐发生的那对，一模一样的又做了一次。你知道的结果是什么吗？还是没有人，没有人帮他。然后的结果就是开始提到的，一家一家把灯关掉了，一家一家去自己睡觉了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去报警。哪怕有人是去报警了，就是你不是下楼去看，哪怕有人是报警了，那个罪犯他不会再回来了，因为他看到警察的车，那个 Kitty 他姐姐就会得救了。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旁观者的效应。这不是人性的一种耻辱啊或者可悲啊是怎么样，这只是一种效应，你懂吗？悲伤的效应。